是我下贱，我不该朝烧清泼水；是我愚蠢，我不该朝烧清泼水；是我下贱，我不该朝烧清泼水；是我愚蠢。这人犯了何事，要遭这个罪？他儿子因为犯私盐，被那袁绍清抓到大理寺去了。这老头气不过，说儿子是快饿死了才去做的私盐饭，当头一盆水就浇到了袁绍清头上。这一下可惹着阎王爷了，阎王爷就罚他在这跪着。啊，阎王爷罚他？你们私底下都这么叫他？那可不，这阎王爷过去人还挺好的，为大家伙办事，替蒙狗请命。可自从他投靠了梅党，这人就变了，变得目中无人，贪图享乐，谁惹他谁倒霉。呸！真不是东西。也不怪有那么多私盐贩。去年盐价跌过一阵，今年却哐哐的涨。这么多的盐要卖400万一斗，谁买得起啊？吃口盐太难了。哎呀！私盐贩。这硕丹二王子真是野心勃勃。康州元年才联的姻，可汗一死，他便夺得了王位，竟不顾与我大封的盟约，将武良臣扣押为人质，还挥兵南下，真是蛮夷。这二王子杀兄夺位，弄得硕丹各部是人心惶惶。他为了平定内忧，便派兵来掠夺我方粮草。正赶上严冬我军雪地作战的经验又不足，他呀，这就是蓄谋已久。郎主，我实在是不明白，你之前干嘛让礼部侍郎上书弹劾你，为官揽赋，奢侈无度，害得自己被圣上责罚，扣了半年的俸禄，还遭了一顿训斥啊！你知道何为贪官，何为清官，何为奸臣，何为忠臣啊？这要我说实话，郎主你总不能算是清官吧？你这个宇文泰和苏绰有一番对话，说的是帝王之术要用贪官顾权，除贪官排异，杀贪官收买人心。小人愚钝，没听明白是什么。我身居高位，不能不犯点小错误，不然就没有把柄攥在圣上手里了。但是我又不能犯大错，我要犯了大错，就成了老百姓的眼中钉了。哼，袁绍成最近没惹事儿吧？倒也算不上是惹事，就是惩治了一个私盐贩的父亲。那老头太嚣张了，大冷天泼了袁绍清一盆水，袁绍清让他跪在街上，头顶着水盆，高喊认错。大奸四忠，大忠四奸。袁绍成是个聪明人。郎主啊，康平王现今在朝中是如日中天，拥护者众多，力推武家继承大统的声浪已盖过李家。你更应该像以往那般与他亲近才是啊！怎么反而三避不见，躲在家中装病啊？我刚才说的话你一点都没听懂。康平王几次三番的让我往炎帝给他派官，这就是大错。郎主，康平王来了，我跟他说你在病中，不便见人。可，哟，郎主，康平王，哎呦，梅阁老，哎呀，病了这么久也不见好啊！你可是股肱之臣啊！朝中不可一日无你啊！必去如抽丝，老不中用了。我是怕你被庸医给耽误了，我特意给你请了一位高人，去给梅阁老探病。康平王，我家郎主的病有些奇怪，陌生人一靠近，浑身奇痒无比，起出很多红疹子，还是不要靠近他好。那这病怎么传染呢？康平王，
就是说你病好之前，我还不能再来看你了。哎，你好生歇歇吧。梁主，康平王下次再来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啊？他看出我是装的了，不会再来了。赵峰看见他了吗？看见了，赵峰已经风风火火地查私烟犯的事去了，还让人把跪着那老头给带走了。那不是挺好？赵峰为官尽责，向来就爱管那些民生闲事。少卿，我真是越来越不懂你了，为什么好事留给别人做，骂名都是你担着？有人跟我说过，善名恶名都不重要，我觉得也是。只要我背着骂名，自然有人放心。少卿，扬州。哦，送信的人说，这是有人花了重金，特意让他带进圣都的。少卿是去康平王府吗？不如我随你一起啊。不必了，你帮文宇整理一下里面的卷宗吧。哎，草民乃扬州千户，今状告州籍署监曹状告我。何以擅自侵吞漕运费，以公谋私，贪墨无度？请彻查何以及与之来往官吏，在扬州为不法之事。康平王，饶命啊！康平王，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。何监草，你贪点小小的漕运费没什么，可因为这状子，扬州所有的沿路就都得停了。停了？这也不至于吧？哎，这状子不还没递上去呢吗？扬州一年的官盐50万担，转卖其中的5万担，那一年就是10万200银呐。这状子若不是递到少城手里，而是递到御史台、户部，递到那些酷吏手里，这10万两啊，何监草，要多少个你才够得了？康平王，下官定将戴罪立功。滚！是，这就寻条新的沿路来弥补过错。少城，你又立了一功。少城本就仰仗康平王提携，这都是分内之事。可惜那徐陵当上尚书右丞之后，这一年竟然没有出什么岔子，你恐怕还得再有一些耐心。要不，你和显儿的婚事先紧一紧，我找人择个吉日。谢康平王。江南这么早就下雪了，看来今年的冬天会格外冷。这雪景确实赏心悦目，
但有多少人知道，雪下藏着多少脏东西？下雪了，路就更难走了。平安，我们该回趟圣都，去看看彩莲和丹心了。参见康平王。这么快啊？才10余天就有消息了？是，不过这次寻来的盐贩与以往略有不同，下官不敢擅自做主，所以前来询问康平王。就说来听听嘛。经过下官多次寻找，这次寻来了一位私盐贩，他其实是私盐贩。是，你是嫌自己命长，还是想将康平王也拖下水？准确来说，他其实是一位牙人，他声称自己手上有大量的私盐，多到这个数3000担。哎，3万担。哪来的牙人手上能有这么多私盐？何间草，哎，你该不会信了吧？这牙人的说法是，这3万担的私盐会按批次出手，之后再找大买主。关键是，他只卖100文1斗。100文1斗，正是。下官见这其中的利益着实不小，所以不敢耽搁，便火速前来禀报。现如今，这牙人的身份尚未查证。何间草，不如你将此人约出来，我去探探虚实。显儿，和少成一块去。是。若是有人想取我们性命，此地很方便。若是真有人设局杀我们，那才刺激。你们是来找暗夜的吧？跟我来。不会这么巧吧？我这赚钱赚到老朋友头上了。这交情可别乱攀，这钱你能不能赚到手，还不一定呢。这1年没见，平安，你什么时候喜欢上钓鱼了？今日可有鱼上钩啊？这钓着着鱼啊，得看运气。我这运势一直不怎么样，不过就是图个乐子。叶新一，我是刑部侍郎赵峰，听闻叶新一正要离开圣都，因而在此恭候。赵侍郎，这是何意？我是受人所托，将此物转交于你。
这是叶新一不必多问，在下职责已尽，叶新一一路平安。你先前离开圣都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怪让我惦记的。这一年都去哪儿了？那我去的地儿可多了，不然怎么能坐在这儿？别绕弯子了，说说吧，为什么做起了牙人？如今严家这么高，谁不想趁机多赚上一些，让自己过得好点儿？别再演了。巧舌如簧，他怎么能拿得出这么多私盐来？看来袁绍卿对我成见很大啊。既然你们信不过我，那请便吧，我另觅买家就是了。你手上当真有盐？黄一鸣。黄一鸣可是河南道一带最大的私盐贩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袁绍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连我吃饭的本事都给忘了。我治好了一个私盐贩的头痛症，他便将我引荐给了他大哥。叶新一，多有得罪了，干的是卖命的买卖，实在是对不住了，不得不小心些。明白。这黄一鸣的确有个绰号叫黄铁拐，只是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取的。说来也简单，他这腿疾，并不是外伤，而是妻子过世后由心疾引发的，所以你就替他诊治，和他攀上了交情。不错，正因为这份交情，他才让我接手了一些私盐上的生意。你这故事讲的还真乏味，别再跟他浪费时间了，我们走。袁绍卿还没当上康平王的乘龙快婿呢，就开始对武舍人指手画脚啊，还是防着点他，以免被利用。你倒是担心你自己吧，有命赚钱，没命花。行了，少成，平安的生意，我哪有不做的道理？你若真认识这黄一，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沿路我们可以再找，何必与虎谋皮？袁绍卿了解我几分，你大可不必将自己的懦弱无能强加在我身上。在我面前，你只要做好一个贤婿该做的就行了。谁这么大胆，敢拦我的车驾？刑部接到匿名举告，这辆马车上藏有私盐，得罪了。搜！是。侍郎，车板底下搜到的，
赵公，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们，我们怎么会在车底藏匿私盐？这定是有人诬陷我们。是不是诬陷，本官自会查明。没有官服，本官也不认得。那赵公见了官服，便可放行了吧？带了官服，就以官员的身份入监牢；没带官服，就以草民的身份入监牢。可想清楚了？不用麻烦了，我们2个草民随赵侍郎走一趟吧。兄台，敢问张尚书呢？张尚书有差事，过2日才回京。慢着。劳烦跑堂大理寺，就说袁绍卿。说什么呢？幸好没人看见，不然我坚守这么多年的清誉全被你毁了。吴舍人，让县将军来提人。是。吴舍人，你好吗？当然好。听狱卒说袁绍卿还在里面，要不要我将他一起带出来？用不着，他自有他的过桥梯。是谁这么大胆，敢陷害你？还能有谁？当然只有他，叶平安。叶平安？他不是你的朋友吗？是啊，可惜我跟他注定只能当对手。昔日我保你出狱，今日换你保我，我们算是扯平了。下一个！吴舍人，今日怎么不见那个姓谢的校尉？他性子太孤傲，前几日走了霉运，冲撞了统军，下了狱。那统军可是个记仇的人，恐怕是要趁机整死他。谢武舍人救我一命，谢广平愿为武舍人赴汤蹈火。那就别当校尉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你跟随我兄长武安康上阵杀敌，最好能立个功。但我要你活着回来，做个将军给我看。是。扯不平。我是说，武舍人的恩，我记一辈子，刻骨铭心。刻骨铭心，可为我生，为我死。可。好，替我去找一个见过黄一鸣的私盐贩，我用得着。是。前线战事如何了？吴将军英勇，率军将硕丹逼退数十里，现大军在与其对峙，吴将军正准备找时机突袭。冒进可不好，你告诉他，不要太快。雪天路难行，盐、粮草均饷，恐怕都要迟一些。还有，你告知沿途仓司、工部、户部，谁敢怠慢，绝不轻容。康平王放心，属下一定办妥。贤儿，怎么去了一整天呢？
少成没跟你回来？他还有事要办。那人手上的确有盐，而且他自称跟河南道上最大的私盐犯黄义民有交情，货就是他的。若真是黄义民，有那么多盐就说得通了。伢子的佣金要多少？800两。倒也是这个行家。不过这伢子的身份，你听了一定意外。他是叶平安。叶平安此举定是别有用心。若他真认识黄义民，那我们这条路不通，换一条。可是父亲，夏儿，我们你为的恐怕不是盐，而是想证明自己能赢过他吧？前几日，李允琛上了一道奏章，对吧？是。他盛赞太子品德，力保太子。圣上只批了5个字：四座且莫宣。莫宣，那是圣人在敲打他，故意让你看见。那也是在提醒我。沉住气，我让何意再另寻言路吧。风吹雪倚红绡梅，微醺绿胚暖烛光。今天这种天气，倒正适合叙旧。贤儿，这是带了什么好东西来啊？当然是万国香的小菜了。我的确许久未吃过了。你是唯一一个能吃得上我送的菜的人。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啊！皇兄，武士人带了好菜来，快来尝尝吧。这当官的还不配与老夫坐在同一张桌子上，吃菜的口味，我看也不一样。久闻黄铁拐大名，今日终于得见，没想到黄铁拐对官家成见颇深。只是这菜你不吃，又怎知合不合口味？哼，这一片地里种出的粮食还各有不同呢。这当官的也分有本事和没本事的。皇兄，万国香的小菜我吃过，确实不错，不如先试试。有的人为官，官袍底下不过是禽兽一只；有的人虽一身草莽布衣，却胸怀丘壑，重情重义。这也是我愿意来见黄铁拐的原因。这么年轻的丫头，来见我这个盐匪，还敢单刀赴会，倒也是不简单呐。其实也不止我一人，我还带了份见面礼，略表诚意。他，你肯定认得。武舍人不愧是手眼通天，这小子被下了大狱，我可是记挂了很久啊。老三，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呀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让叔好好看看。叔，哎，看来武舍人到底是信不过我，还找个人来认认脸。现在可是相信了。不过是在商言商。黄铁拐来这儿带了多少盐？冬日路难行，再加上这圣都附近盘查得很严，这次我只带了1000担，藏于山中各处。啊，货虽然不多，但这第一次生意谈成，大家有了默契，再往后谈生意，那就容易多了。既然如此，平安，你的钱我只能先付你一半，等后面的生意都成了，
再把余下的补齐，你不介意吧？我自然不会与武舍人计较这个。给我2日折兑现银，2日后，在附近的七云山见，互验银货。进。堂堂大理寺少卿，怎么比我还晚1日出来？听闻你刚从城外回来，说到底，还是去跟叶平安做生意了。是又如何？康平王知道吗？这种小事，我父亲自然不必知道。不过，你要是能拿出1000两，这笔生意倒也能让你掺一脚，利润分你30%。银两要得紧，交易兴许就在近几日。我提醒过你，叶平安他有问题。他有问题，需要你来提醒我。他既然费尽心机结识了私盐贩，就一定是挖了坑等着我跳。那你为何非要与他做交易？你该不会以为我是真想买他的盐吧？我是想知道过了1年，我和他再次过招，谁更胜一筹？你若执意与他斗，我就不偿还了。那你还不走？是等着看我沐浴吗？都怪我，如果当时我没有走，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姑母，这跟你没关系。你跟丹心都是做了决定就不回头的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姑母我会有多难过？是平安不孝，可平安此生只能做个不孝之人了。我问你，你为何要亲自现身去交易？你明知这样做一定会引起对方的警惕。一个人独自下棋久了，总会渴望对手的出现。当吴显儿发现我给他布下了诱饵，你说他会不会咬钩呢？慢点，慢点啊！真可爱。哎呀，我们宁儿过来看谁啦？来，让叔父抱一下啊！被你叔父的凶样吓到了吧？我们宁儿啊，天生聪慧，一看就知道你叔父是个大坏蛋。哎，跟咱们女儿说什么呢？本来就是嘛。你弟弟为虎作伥，在外面不知道有多少人骂咱们家，我出门都抬不起头。走了，宁儿啊，以后可千万别学你叔父。嫂子就是嘴上不饶人，实则用了我给孩子取的名字“刀子嘴豆腐心”。对了，你身边那个整日盯着你的何茂山，可是个小人，你还不处理掉他？袁少卿，袁少卿应当不知道我跟康平王都说过什么吧？什么意思？那个叫陆丹心的死了之后，你和叶平安一起去他的住处找他留下的东西，你们的对话，我可在外面都听到了。哎，不是袁少卿，袁少卿莫紧张，袁少卿莫紧张。我向康平王禀报的时候，只转述了叶平安的话，并未提及你也在场。好，
为何不拿此事向康平王邀功啊？哎呦，我能邀什么功啊？我就是大理寺的一个小吏罢了。康平王看不上，哎，我得罪了你，我就能平步青云了。再说了，眼下康平王器重的是你，嘿嘿，只有跟着袁绍卿，才能越混越好。嗯，知道他是小人，就知道该怎么用他了。那个消失的叶平安现身了。没错，叶平安摇身一变成了牙人，其中定有蹊跷。康平王那头尚未兑现举建武做尚书右丞的承诺，如果我能抓到他的把柄，我就可以得到康平王的倚重。赵玉，在。我宇呢？又去看长青了。自从他知道长青是采莲的父亲后，就把长青当自己的父亲来孝敬。你去一趟，跟他说，近些日子盯紧吴显儿，有任何异动，禀报给我。是。吴舍人，黄一民怎么没来啊？若买家卖家过从甚密，我这牙人不就没用了吗？行，那就户夜迎祸吧。慢着，不用追，不是冲我来的。带上人，随我出城。是。我看到吴显儿出城，就派人跟上了他，一路上留下追踪的记号。去大理寺叫人，即刻出发。货都在这儿了。不用了，既是你光顾我的生意，我自是信得过。想必你的盐也是足斤足两。武舍人既然是我的财神，我送送你。哎，我们之间就不用这么客气了。告辞。上！把两边人全都拿下！这是状告何以克扣曹饷的举告信。武由敬为人谨慎，看到后必会自断扬州沿路。沿路一断，他必急寻续接之策。平安，我们就能走下一步棋了。康平王饶命啊！下官定将戴罪立功。滚！是，这就寻条新的沿路来弥补过错。你真的只要100文1斗？吴显儿既然看得起我这个对手，那我便遂了他的心愿，化身为鼠，让他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引他这只桀骜不驯的猫入局。原来1年前放在观中的是掌心使令牌。叶心使既然重回圣都，又找上赵母，想必是身有要事吧？圣都之中有官员操控盐业以谋私，我想将这条大鱼钓出来。盐价高涨，百姓无盐可食，民生困苦。这背后的人，是时候该被揪出来了。